大家好，这里是幸福星毛，我是 Amy。一杯咖啡的时间，知识使你更有力量，更有魅力。今天 Amy 想要分享的是童年情感忽视这个议题。这个主题呢 ，Amy 从很久以前就想要做了，主要是因为现在离婚率很高，隔代教养的问题也很普遍。这社会现象将会影响到很多的孩子，影响到我们将来的环境，他们将遭受到人生各种考验，影响力深远到他们成年后的人生。那 Amy 想要介绍一本非常有用的工具书，希望提供有这种现象的18岁以上成年人有个自我修复的管道，能够转变自己的人生，变成温暖的人生。我们真的无法改变过去，但却可以从当下改变自己，并转变自己的未来。如果你渴望拥有发自内心的快乐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影片咯。我们先来看看3个问题。问题1：幸福的家庭养育出来的小孩就没有童年情感忽视的问题吗？其实答案不是的。幸福的家庭养育出来的孩子也是有可能会有情感忽视的问题，但是幸福家庭的孩子会更有自信，更有能力去克服人生中遭遇的挫折，让自己的人生趋向全面的成功。问题2：我觉得我缺乏自信，每次只要我努力设定什么目标的时候，总是在脑海中浮出小时候什么都做不好的情景。这也跟童年情感忽视有关系吗？答案是的。那有办法改变吗？答案有。只有透过自我修复，跳脱那卡住的情境，才有办法改正踟蹰不前的行为模式。问题3：我总是感情遇错人，或者感情顺利，但却不知道哪里不对劲，跟伴侣的关系好像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难道这个也跟童年受到情感忽视有关系吗？答案是的，感情关系经验是由童年的家庭关系投射出来的缩影。Amy 提到这3个问题是要告诉大家，第一，即便是幸福家庭的小孩，也可能会面临童年情感忽视的问题。这个是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时候非常惊讶的。所以呢，即使是照顾周全的父母，也可能会忙于事业与财务，而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，使其留下阴影。第二，对自己没信心，也无法跳出框架的原始个性，有可能是童年个性绑住自己，让自己原地打陀螺。如果你有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现象，也可以从童年来修复自己。第三呢，感情总是撞墙，也可以往这方面来修复自己。爱是一种能力，当你在原生家庭得不到完整的爱时，你爱人与被爱的能力会很薄弱，但这里会教你如何找回爱的能力，活在爱的关系里，而不是冷冰冰的情感关系里。今天 Amy 将公开分享，让大家进行修复，期盼你们能透过这个工具书，能够有更完整、更温暖的感情与亲情对待。如果可以搭配专业的心理咨商师，也是非常好的哟。这个主题并不是业配，但是也欢迎厂商日后 email 合作。Amy 将会选择出适合本频道的主题来进行讨论与分享。书是由临床心理学博士 Dr. Janice Webb 所著，后来有中译本。真正对这个议题想要进行努力的，可以珍藏进行自我修复哦。这2本实用的工具书，第一本是找回爱自己的能力。很多人都认为爱自己就是买很多东西犒赏自己，但是事实上，欲望是无止境的。大部分的人都会发现，虽然买东西犒赏自己，但是呢，并不能够得到真正心里的很多的满足感。这其实并不是完全爱自己的具体表现。第2本呢，是找回爱人的能力。
如何与伴侣、孩子、父母建立情感连结。书中提到童年受到情感忽视成年者的10种行为和性格特征。第一，空虚感，常常莫名觉得很空虚，或者觉得自己是局外人。第二，反依赖，不依赖他人，觉得依赖他人很别扭，凡事呢只靠自己。当有别人想要帮助自己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下意识的把别人推开的动作。再来呢，如果你的伴侣常跟你说你在情感关系里面有很强的距离感，这种都是反依赖的现象。第三，不切实际的自我评价，你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常换工作，或者是出现挑战时很快就会选择放弃，或者自己很好却觉得自己很糟，不断挑自己毛病，都是属于不切实际的自我评价。第四，亏待自己，把同情心留给他人，属于救世主情节，不断想帮助他人，把时间花在别人身上，却没有好好的拨时间来爱自己。第五，罪恶感或羞耻感，在表达情绪的时候呢，会想要隐藏自己的情绪。第六呢，针对自己呢，会愤怒，会自责。第七呢，极力想隐藏真实的情绪，与人保持距离，不与人亲近。第八，无力滋养自己与别人，比如说啃老族、简居族。第九呢，缺乏自我纪律，做事容易拖延、杂乱无章。第10，无法觉察自己的情绪或了解他人的情绪。如果你有这些无法解释的情绪，你就可以来做工具书里面的修复动作。当18岁到30岁的期间，要开始建立独立健康的思想。Amy 介绍给很多好朋友，大家都回馈真实有效。书的刚开始有讲到一句话：当你呢从童年当中疗愈以后，你会感觉生命好像上了一道彩虹，从黑白的到温暖的颜色。这本书呢有30个案例，都是临床的案例，只要查看和自己有相关的案例即可，再针对自己有情感忽视的人格特质下去做觉知跟觉察，便能察觉自己在生活当中不断无意识做决定的一些行为特征，然后来得到觉悟、纠正与改正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从原生家庭当中得到爱的元素，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在长大的时候去给予爱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从原生家庭当中得不到爱的时候，别人给我们爱的时候，我们也感受不到爱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。所以在这当中要开始建立对自己的爱，建立那个心中关爱自己的声音，来当作关爱自己父母的声音。当你成功建立的时候，那一刻开始，你便有能力再去给予爱与接受爱，爱人与被爱。有些人要建立那个心中关爱自己的声音，并不是那么容易，这时候就可以寻求专业的咨商师来帮助自己。大部分的人呢都不是这么严重，所以呢可以透过丛书来帮助自己。权威型的父母，或者是完美主义类型的父母，或者是声望类型的父母，这类型的人成年人长大以后，内心对自我的声音是非常严格而且批判的，所以这类型的人也要练习建立关爱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权威型的父母呢，就是凡事要听自己的；完美型主义的父母呢，就是所有的事情呢，就是要到达一个完美的境界，不容易去鼓励小孩。再来呢，声望型父母呢，比较在意自己在亲戚之间小孩表现的情况如何。这些小孩呢，其实在生活周遭里面有很多，更有一些是家庭失能的，比如说成瘾的父母，这些小孩要面对的疗程可能就更多了，这更需要专业的咨询师来进行治疗。那希望呢，今天 Amy 的这个介绍呢，能够让很多人去受益。
了解自己是哪一种父母类型，就可以得到觉知。觉知以后，对自己就可以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行为，而不是无意识地随着童年行为操纵自己的所有决定。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很专业的7个方法，教大家练习如何建立内心那个关爱自己的声音。谢谢大家能够听到这边。好的，希望今天这个主题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和想法哟，拜拜。